社会上很多这样的人，经受过挫折和失败后，开始变得浑浑噩噩。他们一心只追求捷径和诀窍，但凡不能迅速获利的事情一概不干。然而世上哪来轻易的成功？当长期的尝试无法立竿见影后，他们就会放弃摆烂，得过且过。这样的状态就是拒绝成长。他们就像一群装睡的人，逃避现实，不愿意醒过来，困守在自己的世界里，从此再难寸进。向外看的人梦游，向内看的人觉醒，向外求的人欲望膨胀，又不正视自己的能力，会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为世界过于现实和残酷。向内求的人能本自具足，他们善于去修正自己，而不是强求别人，不会有不切实际的幻想。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人间清醒，也就是觉醒。一个人醍醐灌顶，大彻大悟后是怎么样的？他们内心清醒且坚定，没有什么虚妄能够蒙蔽欺骗他，没有什么诱惑能够动摇和否定他。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该怎么得到，知道自己不能要什么，怎么明哲保身。这个世界仿佛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影响他的追求。他们勇于进取，杀伐果断，他们做事目的明确且专心致志，内心强大到近乎无敌，很容易成功。世人大多人困于成败，迷于名利，陷于得失，打破外在，提升内在，回归自然本真，才能领悟人生真相。这就是觉醒。每个人都有一个精神觉醒期，但觉醒的早晚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。接下来的内容我建议你认真的去听，耐心的看完，你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。能让一个人觉醒的因素有很多，高人的指点如醍醐灌顶，前人的智慧如指路明灯，人生痛彻心扉的经历如浴火重生，机缘巧合，身心共振，经由任何一点的助缘进入，都能开启内在的觉醒。很多人常常因为某句话瞬间清醒，当下开悟，并不是因为这句话是真理或心知，而是这句话整合了他长期的人生反思积淀，点燃了他心灵深处的明灯，唤醒了他内在本自具足的智慧。觉醒其实是人生智慧的一种催熟剂，更是实现人生蜕变的高级手段，或者说奇效。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，面对别人的说教，效率不高，也教不会，但是一时之间的难题，一次就足以教会人很多。一个人觉醒期的早晚，往往能够决定很多，甚至冥冥之中决定一个人的命运。生老病死，悲欢离合，幸福的，悲惨的，成功的，潦倒的，人生的种种经历，无一不在启发我们觉悟。很多时候，很多人只有在生老病死，只有在发生重大变故的时候，才会真正去思考，最终才有了醍醐灌顶的觉醒。但是这种被动的觉悟，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是远远不够的。只有早一点觉醒顿悟，才能够真正快一点成长。
强化，最终蜕变。有缘人，2024年是新时代的开启。人生不是一场物质的盛宴，而是一场灵魂的修炼。当下即是，此时此刻，也许就是你最好的觉醒开悟机缘。身心归位，发现你自己，回到你自己，以觉为师，以和为尊，向内关照，向内生长，你会恍然大悟，你原来才是自己最好的生命导师。一个人的觉醒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作用？其实这个问题就好比在问一个人成熟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好处。相信大家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有比较具体的答案。一个人终究是需要走向成熟的，因为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够像一朵花绽放一样，像一棵树结果一样，像一个生命完成了使命一样。只有这样才算得上有始有终，才能够真正去体验不一样的，更真实的，也更能够给人带来持久性满足的人生。但是很多人并不懂得如何走向成熟，就像不懂得如何拥有觉醒。所以很多真正活得通透的人都会知道这么一个道理：成年人的世界只能靠自己去觉醒，去顿悟，不能靠别人度。觉醒的作用和意义就是不断地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，变得越来越强大。这个社会俨然形成了一种适者生存的系统，早一点让自己看穿社会的生存真相，也早一点了解自己的秉性，然后在相关选择上面找到觉醒的出口，然后发挥出觉醒的作用，让自己在接下来的每一条道路都能够走得更加通顺。有人问，有哪些越早知道越好的人生经验？答：一个人的觉醒1%靠别人提醒，99%靠千刀万剐。所以积极地投身到现实生活当中，不断地去经历，不断地去观察，不断地去学习成长。只有在摸爬滚打的成长历程里，我们才能够遇到困难，解决问题，遇到痛苦，学会自度。这世界没有任何一句话可以让你醍醐灌顶，真正叫你灌顶的只能是一段经历。人生很多的道理，很多的觉悟以及觉醒，都是需要自己不断去经历的，真正需要自己亲身去体会的。没有经历的事，别人再怎么说，总觉得蒙着一层纸。其实不管做什么事情，终究都是需要积累的，需要成长的，需要坚持的。只要能够坚持下去，一定能够有所收获，甚至有的人还能够快速地走向觉醒的路段。实际上，当我们个人的认知能力超出了对方，对方就会本能地发现一些挑战，为了防卫，为了抵抗，为了证明自己才是对的，为了迎合本能，甚至可能会做出一些伤人害己的事。所以真正有大智慧、大格局的人，也一定能够在觉醒之后继续在背后默默无闻地提升自我认知，而不是愚蠢地向人解释，更不会浪费口舌、时间、精力去做一些无用功。正所谓佛法虽大，
不渡无缘之人。天域虽广，不润无根之草。人和人最大的差距，其实就是在认知上的差距，而认知上的差距往往又是建立在觉醒上。阿德勒说过，成熟并不是看懂事情，而是理解人性。不得不说，那些真正成熟的人，反倒更懂得，也更知道如何走向觉醒。就像秋天的时候，一切庄稼都到了收割的季节，也正是因为成熟了，才能够真正有所收获。所以，命运的改变，其实就是结局的改变。那么，结局又是如何改变的呢？毫无疑问，是因为一开始的行动上的改变，然后通过长期以来的修正、升级、蜕变，最终才能够收获到属于自己的成功的果实。正如有句话所说，能说服一个人的，从来不是道理，而是南墙；能点醒一个人的，从来不是说教，而是磨难。在人类这个社会集体当中，毫无疑问，个人的成功应该是建立在集体的基础之上的，就像每个人的价值最终都应该投射在人类社会之中一样，通过了解人性、包容人性、善待人性，最终不断地融入进去，也不断地成长起来。人不开窍，就一辈子平庸；不能觉醒，就一生蹉跎。凡成大事者，必定经历过一些不平凡的事，并且从中领悟，有所觉醒，醍醐灌顶，突然之间看透了人性，看清了金钱的本质，或者看懂了社会运行的潜在规则，所以他们做事得心应手，总是与常人不同。这就是认知升维，思维觉醒。一般普通人会经历3次觉醒，能到第3次的人，几乎个个都是大人物。人的每一次觉醒就是重生，会给生命注入更加强大的力量，从而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。开了窍的人会经历这3次觉醒，见自己，见天地，见众生。接下来满满的干货，建议点赞收藏，看看你在哪一层。1. 见自己，认识局限，开始反省自己是什么。自己是一团欲望，见了自己，感受本我和真我，明白了归途，所以豁达。道德经第71章中讲，知不知，商矣；不知之，兵也。一个人知道自己的无知是明智的，不知道自身的无知是愚昧的。真正厉害的人都是发现自身局限，不断自我反省，从而突破小我，走向觉醒的。汉高祖刘邦登基后，在洛阳举办庆功宴，他兴高采烈地向诸侯将领们挥手问道：你们说我如何能够征服天下？而项羽又是如何失去天下的呢？大臣们听后纷纷开口表达恭维之词。陛下之所以能够统一天下，是因为您赏罚分明，一言九鼎。众人滔滔不绝地赞美着，然而刘邦却摇了摇头，说道：
我有自知之明，在谋略布局上，我不及张良；在指挥作战上，我不及韩信；在安邦治国上，我不及萧何。正是因为大家的鼎力相助，才使我能够有今天的成就。功成名就之际，他连续说出3个不及，这并非刘邦过分谦虚，而是他对自身有清醒的认知。在楚汉之争中，他深谙自身能力的有限，因此从不妄自尊大，而是知人善任。杨绛先生曾在书中写道，人生一世，须有3个自觉，无非是认识自己、洗练自己、自觉自愿地改造自己，除非甘心与禽兽无异，深以为然。能够自觉地反省自己、改变自己的人，都是生活的强者。人到中年，发现其实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局里，而人生就是不断破局的修炼，突破原有认知，打破固有思维，改变惯有习性，灵魂才能升华，境界才会提升。见天地，了解大道，顺应自然。天地是什么？天地是规律，阴晴圆缺，生老病死。见了天地，体会了伟大与渺小，知道了敬畏，所以谦卑。道德经第21章中讲，孔德之容，惟道是从。意思是，一个有大智慧的、洞悉大道的人，也是会顺应自然、遵循人性做事的人。一个人如果不去了解天地的广阔、自然道法的玄妙，而是一意孤行，只关心眼前得失，为微小利益，做出违背常理、偏离大道的事，最终只会让自己陷入困境。坐井观天，曰天小者，非天小也。当我们如同青蛙一般坐于井中，只沉溺于自己头顶的那一片青天，就无法看到天地之大，作茧自缚。有句俗话说，听到了许多道理，就以为没有人比得上自己。这边是自身的局限，不知道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天地之间有万千世界，有万物生存，我们不过是万众之一，又哪里还能自傲呢？人生之事，多是难料，只有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不断学习，了解世间因果关系，遵循内心的平静，才可生起智慧。曾国潘刚入朝为官时，有些自以为是，说话直来直去，做事横冲直撞，得罪了不少人，以至于他带兵打仗时，部下都投奔别处，几次战败，没有人愿意支援，被皇帝以守丧的名义打发回了老家。后来他独到不知常，妄作凶，才真正认识自身的渺小，顿悟大道的存在。再次为官时，他变得谦虚低调，为人处事外圆内方，做出了一番事业。曾国藩说，物来顺应，未来不迎，当下不杂，既往不恋，专注当下，顺应自然，不被杂念牵绊，不为未来担忧，
不因过去悔恨，才是最高明的活法。人生之事总是难以预测，与其执着改变，不如顺其自然，这样才能收获内心的平静，从而生起智慧。3. 见众生，理解他人，心存善念。众生是什么？众生是人性，妖魔鬼怪名利权欲，见了众生，明白了众生万象，懂得了怜悯，所以宽容。道德经第27章中说，圣人常善救人，而无弃人。圣贤的人擅长发现每个人的优点，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，对待别人没有分别心，总是一视同仁。杜甫在人生最没落的时候，生活环境艰苦，身处破屋之中，秋风还卷走了他房屋上的茅草，群童又把茅草抱走了。偏偏此时下起了大雨，但是他却没有怨天尤人，相反的是他心怀天下，推己及人，写下了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呼号。历经社会动荡，政治黑暗，却还是深刻体会感知人间疾苦，心系天下，拥有兼济苍生的博大胸襟。见众生，能容万物，不乱于心，不困于物，是人生修行的最高境界，达到无我的状态，自己和万物回归一体。真正开悟觉醒的人都会明白，人生一切外在都是假象，人生不过是一场虚幻修行，借假修真，借是修人的经历。有一个修行人，每次打坐的时候，都感觉有一只蜘蛛在他的面前爬行，让他很苦恼。于是他去问道长，道长说，等下次他再出现的时候，你用笔把它圈出来。果然，他再次打坐时，蜘蛛又出现了。他照着道长所说，画出了蜘蛛的位置。醒来后发现胸口上有很多圆圈，原来蜘蛛就在自己的心里。真正开悟觉醒的人都明白，外在都是假象，人生就是一场借假修真，借是修人的经历。生活如同一面光洁的镜子，这面镜子照得出自己，也照得出他人。当我们理解他人时，也就是在原谅自己，就是度化自己。正如作家冷凝所说，你对别人的好和善意，最后成全的都会是你自己。每个人的觉醒本质上都会经历这3个时期：开始看见自己，学习反省，然后看见天地，懂得敬畏，最终看见众生，了悟真理。心理学家卡尔·荣格说，向外看的人梦游，向内看的人觉醒。外在都是幻想，向外追求便会被欲望支配，浑浑噩噩。觉醒的本质就是向内求，每个人都本自具足，相信自己才是真正的清醒，不断突破觉醒，才能得真正的自由，从而享受生活，掌握命运。愿我们不执着于外在，追随本心，始终平静喜悦，内在丰盛。
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无论你身在何方，愿我们一起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